来自全球各大智库、大学、政府、媒体的政策研究信息、文章、报告，经6度简报团队分析整理而成。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 让中国正确、坚定而不过度反应。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分析中心。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龙 Michael O'Hanlon 表示，美国正冒着将对手变成对手甚至军事敌人的风险，其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虽然他同意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挑战的具体政策中有 80% 是正确的，但他警告说，最近针对该国的言论在语气和温度方面可能会走得太远。他指出，情况并不可怕，需要谨慎行事，不要无意中增加对抗的风险。他补充说，感知到的中国威胁不应导致妖魔化国家或发出支援台湾独立的信号，或对一个小问题反应过度。北京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挑战，但重要的是要保持远见和战略镇定。奥汉龙在1号防务中写道，他同意美国及其盟国增加军费开支，改善技术和工业基础是正确的。他们限制中国获取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同时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也是正确的。然而，他补充说，中国不仅是一个挑战，而且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其咄咄逼人的军事集结和对全球影响力的渴望确实令人担忧。奥汉龙注意到美国有可能具有群体思维心态，并借鉴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的著作。他说，虽然艾利森警告崛起大国挑战老对手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正确的，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局势却大不相同。民主国家现在比冷战前更加普遍，现在有一个现代联盟体系，核威慑和全球化改变了自1945年以来的权力动态。鉴于北京近年来的自信，美国日益强硬的对华政策在其具体组成部分上可能 80% 是正确的，但它有可能在语气和温度上走得太远。在继续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的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上的镇定和对问题本质的洞察力。美国有能力进行群体思维，正如我们在越南战争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前奏中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避免围绕中国威胁范式如此强烈的团结起来的诱惑，以至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对抗的风险。如果华盛顿无意中表示支援台湾法律上的独立，并愿意在这样的声明中代表台湾与中国作战，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美国对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发生的相对较小的非致命事件反应过度，或者两国相互妖魔化，以至于即使在未来的危机中急需，两国之间的通信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在使用武力方面的记录，还是其未来扩大全球影响力的明确愿望，还是其持续的军事集结，北京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了真正的挑战。但情况虽然有潜在的危险，但并不可怕。它无法与阿道夫·希特勒在1930年代的崛起，或约瑟夫·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野心相提并论。尽管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专家在最近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不明智地使用了这个词，但中国并没有与俄罗斯和伊朗一起构成新的邪恶轴心。例如，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军事预算总额是美国的1/3，粗略地说，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半左右，而中国自1979年以来就没有打过一场战争。需要保持警惕，需要果断，反击是必不可少的，但冷静和分寸感也是如此。让中国作对。美国在对抗崛起的中国方面总体上做得很好。两党对2023年美国国防预算的8580亿美元达成了强烈共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超过了冷战资源的峰值水准，这是个好兆头。最近两党决定通过 CHIPS 和科学法案，所谓的通货膨胀降低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以及最近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 STEM 领域普遍更具支援性的教育方法，加强美国在国内关键领域的技术和工业基础。美国及其盟国正确地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United States 等工具来限制中国获取和利用中国及其盟国高科技宝石的能力。美国和盟国军队继续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航行自由演习，即使中国错误地声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美国正确地寻求提高台湾的军事能力，以抵御中国可能的攻击，即使这种努力的步伐往往先后。但我们可能正处于过渡的边缘，如果不是在我们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的具体细节上，那么在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整体心态上。我们是 ISK 采取的行动可以帮助将对手变成对手，甚至军事敌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过去10年的外交政策行为尤其令人担忧。它的军事能力已经足够令人印象深刻，
以至于对于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对抗的许多假设冲突，目前尚不清楚哪一方会赢。这一现实应该引起文职战略家和军事规划者的关注。因此，我同意80%到90%的美国具体政策，这些政策侧重于应对这一威胁。但最后10%到20%名义上可能处于走得太远的边缘。我们现在经常用来描述中国的框架修辞和语言也是如此。例如，这种想法可能导致危机过快升级，特别是如果我们说服自己，中国有一个具体的计划，在这个10年的某个日期之前攻击台湾。它还可能导致美国非常危险地放弃40年来说明防止台湾战争的一个中国政策。因此，本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作为挑衅而写的，或者至少是试图纠正当前美国战略思想的趋势。而我自己并不是模仿国家情报局局长或国防情报局局长每年冬天进行的全球威胁评估。相反，这是一篇关于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做对什么的解释性文章，这正迅速成为美国关于中国威胁性质的新集体智慧。这篇文章是我在2022至2023年期间的3篇文章中的第2篇，为美国的国防战略和国防预算提供了指导。第1篇也由布鲁金斯学会于2022年出版，题为《中国能占领台湾吗？为什么没有人真正知道》。它主要包括中国对台湾的潜在海上封锁的详细建模，然后是美国台湾盟国的反应。他得出了上述结论，如论文标题所述。对于许多可能的美中接触，认为我们可以预测获胜者是不现实的。我相信，即使假设政策制定者阻止任何此类战争在地理上或纵向上升级，例如核武器的使用，这也是事实。我发现这个结论也相对不受美国国防机构的具体规模或成本的影响。因此，当我认为我们应该正确估计而不是高估中国的威胁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在各种可能使两国相互对抗的突发事件中享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相反，我认为在当代美国的战略辩论中，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从根本上敌对和侵略性的国家往往过分了。我的3部曲的最后一篇论文将于2023年底出版，其工作标题为1万亿美元用于国防。有点太好了。它将就当今美国国防计划在何处以及如何实现经济以及必要的增长提供具体建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制定国防政策和国防预算的战略环境，为最终论文奠定基础。一般战略考虑，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构成了一个降低全球秩序的风险。哈佛大学杰出的战略家和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以强调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和老牌竞争对手时的风险。值得记住的是，就希腊城邦而言，崛起的民主国家雅典被一个既有的不那么民主的斯巴达视为威胁。这种动态与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动态不同。就中国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专制政权，强烈希望将台湾重新置于其统治之下，并在西太平洋、更广泛的中东及其他地区拥有巨大的野心。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按传统汇率衡量是第2大经济体，根据购买力评价调整后是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包括在关键数位和网络领域。它现在拥有世界第2大人口，仅次于印度4。艾利森正确地警告了这些重大变化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但当今世界有很多不同之处。再说一遍，民主国家的优势尽管最近遭遇挫折，但与冷战结束前的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生活在自由之家认为自由或部分自由的国家的人口比例要高得多。现代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的力量，美国在前沿部署军事力量，以巩固这些联盟和威慑全球化的某些方面，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过去的大国关系模式能够改变。可以说，自1945年以来，尽管近年来出现了部分倒退，但他们已经如此武。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6，其国防战略将中国列为美国的节奏挑战7。这些是合理的条款。他们领导拜登团队，就像之前的特朗普团队一样，增加国防开支，在国防预算范围内强调军事创新和现代化，寻求解决网络、空间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国家脆弱性。在国家安全方面优先考虑太平洋的区，并为此与主要盟国和伙伴一起采取一系列关键举措。所有这些都是好的，这一切都不是容易或自动的，除非我们保持适当的警惕，否则没有人能保证能够忍受。美国国内就北京是否可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末攻击台湾的机会之窗展开激烈辩论。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菲利普·大卫森海军上将警告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2022年10月得出结论，
中国已成为决心在更快的时程表上追求统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他的军队，在2027年之前全面现代化，并准备好应对所有突发事件。时一些战略家还认为，鉴于其人口下降和其他内部挑战可能会在2030年代左右变得更糟，中国可能会认为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左右占领台湾的机会窗口相对较窄。12到2050年，中国将拥有5亿个人口，超过60，但只有7亿工人供养他们。根据目前的预测，到2100年，其人口可能从14亿下降到8亿。如果中国能够在22世纪的某个时候稳定其人口，那么这些趋势可能对中国来说是个好兆头。但在短期内，这样的人口结构对任何政府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13。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我几乎没有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国家长期未来缺乏信心的证据。至于习近平宣布2027年现代化的最后期限，他的语言可能主要是劝诫性的。任何军队都可以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完整的现代化计划的想法，从来都不是完全合理的。14。因此，一些学者虽然不淡化中国的威胁，但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更普遍和持久的问题，而不是在特定时间视窗内的尖锐挑战。15。美国空军参谋长也有类似的观点。16。我自己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在发布各种5年、10年和其他计划，并非所有计划都有具体的军事影响，也不是所有计划都是现实的。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早在2015年就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要求中国到2025年成为10个高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其中包括一些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机器人技术。其他计划侧重于2030年或2035年，或希望在2049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100周年之前实现重大变革。俄罗斯的威胁呢？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挑战。正如 H.R. 麦克马斯特将军和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特朗普政府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中正确强调的那样，毕竟是俄罗斯正在破坏欧洲的城市，并对西方发出核威胁。即使这些话是写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似乎对所有乌克兰事务都怀有病态的仇恨，尤其是其令人钦佩的领导人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并且蔑视甚至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这样的想法。1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可能对团结和凝聚其人民做出了更多贡献。19。普京继续对这些情绪采取行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民主的剩余部分可以对他的行为施加任何有意义的制衡。普京还花了20年时间积累对西方的怨恨，北约和欧盟的扩张，科索沃战争，美国对2000年代初乌克兰和乔治亚颜色革命的支持，美国对普京国内一些政治对手的支援，以及普京认为的美国在9/11之后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利比亚的单边主义错误。普京近年来在俄罗斯继续边缘化内部批评者，削弱甚至终结了国家的民主制度。然而，世界上像普京这样的领导人的历史很少表明他很快会离职，或者他的政权将被更加民主和良性的政治体系取代。有人将俄罗斯描述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地区强权，一个巨大的加油站或其他带有贬义意味的词语。尽管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中等水平的西欧国家相当，科学技术实力在制裁之前就已衰退，但它绝不容忽视。它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核武器的国家，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地理位置上最暴露，同时又最具威胁的国家。这两个属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是一个以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全球目标为傲的国家。它的人口是伊拉克、阿富汗或乌克兰的3倍以上。此外，在它的邻近地区，它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和相当的实力，正如凯瑟琳·斯托纳 （Catherine Stoner） 有力地指出的那样。这使得俄罗斯在欧洲一些关键地区具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力。尽管如此，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成功的俄罗斯政策的大部分要素：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努力，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加强北约东部防线。这些都为未来数月和数年的成功俄罗斯政策提供了基础。前提是我们保持专注、警惕和团结，同时在思考乌克兰战争最终如何结束的问题上也要有创造性和务实性。如果共和党在未来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时要求更多的问责和回答困难问题，这将是完全公平的。但这种质询不能真正中断关键援助的流动，也不能表现出我们集体的优柔寡断。只要我们在这方面把握好平衡，对乌克兰的最终目标进行创造性思考，我相信美国的俄罗斯政策可以取得成功。中国的战略行动在南海、台湾、珠江三角洲、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产生了许多令人担忧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过度担忧。我们应该理解，
中国自1979年以来没有发动战争，并且它的海洋权益观与我们的不同。美国应该继续在南海自由航行，并且我们应该理解中国对此有反感。当然，我们应该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以保护我们的利益，并阻止中国的挑衅行为。但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努力解读为试图推翻整个基于规则的秩序。我们需要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在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推动合作和对话。总的来说，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客观的观点，避免过度担忧或采取过激行动。同时，我们也应该坚定支持乌克兰，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采取明智而有力的政策措施对付中国的挑战。这需要我们保持警惕、团结一致，并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维护我们的利益和推动国际秩序的稳定。越来越常听到人们将中国描述为对手或敌人，至少在国家安全方面如此。这种做法有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让我们相信军事对抗在某个时刻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心态可能增加危机升级的风险。这也可能使我们在台湾追求独立问题上比谨慎所需更多的支援台湾的愿望。如果美国的态度鼓励台湾追求独立，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多年来一直承诺，台北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将意味着战争。正如 H.R. 麦克马斯特 H.R. McMaster 今年前在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的一篇优秀文章所强调的那样，习近平内部圈子的态度过于傲慢。然而，对于超出武力使用的事物，似乎也存在一定的制衡和克制。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尽管普京要求中国向乌克兰战争中发送武器，但北京似乎没有这样做。然而，五角大楼在2022年提交给国会的中国年度报告并没有承认中俄合作中的这个重要限制。我们可能会对此视为理所当然或忽视它，而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可取的现实。一些西方重要官员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提出的和平提案的驳斥也过于反射性和绝对。这个提案并非解决战争的万能药，但他反对使用核武器，并坚持在世界事务中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这与美国的利益或立场并不矛盾。然而，一些西方领导人对北京的这些想法做出了迅速而彻底的反应。中国的军费预算虽然强大，但仍然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这个水准被认为是在北约联盟内以负担分担的条件下最低可接受的努力。当然，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中国最近的行动常常过于强硬。然而，关键不在于中国没有威胁，而是从大多数指标来看，它并未直接进行明目张胆的军备竞赛。中国的野心可能会建设大约1500枚核弹头，是过去的5倍，这可能是可悲的。但是像美国这样拥有自己5000枚核弹头的超级大国，不应对崛起的中国渴望拥有其中1/3感到惊讶。中国决定进行核武器建设可能令人遗憾，可能会使美国的战略复杂化，但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不计后果的。五角大楼还强调，就舰船数量而言，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然而，他通常没有提到美国的海军吨位比中国大约多2倍，因为美国的舰船通常更大。然而，无论哪种指标都不足以理解军事平衡或预测战斗结果，在任何严肃的竞评估中，都需要考虑这些指标以及其他指标。再次强调，重点不在于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的武装规划没有影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大国的自然行为。事实上，从崛起大国的历史标准来看，中国的军事建设和其最近在武力使用方面的记录都相对克制。与其将中国视为已经是对手，如一些著名美国声音所做的那样，更好的方式是将其视为竞争对手，但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引导回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并长期促进合作的对手。正如亚洲专家钱乔治 W. 布希政府高级官员麦克格林 Mike Green 在描述并宣导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总体大战略时所写的那样，所有3个主要盟友都希望在与中国关切的问题上，从一个与美国和该地区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更加紧密的对齐的位置上与北京合作。换句话说，亚洲的美国盟友仍然希望实现理查·尼克松到奥巴马追求的该地区的某个版本的战略，在与中国的平衡和接触之间找到一种组合，但长远目标是将中国整合到对先进工业民主国家有利的规则下。这个想法是与中国竞争，但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状态。结论：俄罗斯和中国会联合吗？那么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对抗西方的可能性如何？虽然美国的国防姿态只设计为一次处理这样的战争，但考虑这种可能性确实是明智的。从军事上讲，关键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迅速取得既成事实，因为这将引发威慑失败的诱因。
因此，重要的是通过前沿部署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来保护东欧，并确保台湾能够有效地抵御中国的两栖攻击，无论是否得到美国和盟友的说明。但我没有看到太多证据表明莫斯科或北京正在形成一个真正的反美轴心。同样，后者选择不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向前者提供武器，至少在撰写本文时是如此。这种克制可能部分是由于对西方经济报复的担忧，但它很可能也反映了北京不希望为乌克兰战争增添更多火药，因为这场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它在修辞和经济上更舒适地保护普京的后方，而不是在军事上。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保持事态保持不变，避免不必要地将俄罗斯和中国推向更紧密的关系。我还认为，从整体上看，要阻止俄罗斯攻击欧洲北约领土的困难程度至多是中等的，介于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有限以及北约盟友的强大和凝聚力，适当地在东部盟军成员国部署防御资产应该能够胜任这一任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美国的战斗力量不需要针对同时可能与中国和俄罗斯发生战争进行规模化和结构化。然而，我相对乐观的评估取决于目前在乌克兰进行的战争的结果，该战争旨在为俄罗斯最终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做出某种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乌克兰不应加入北约，相反，需要建立其他安全机制。就较小的威胁而言，以朝鲜半岛为例，在那里，美国的存在已经适当地规模化和定位，以威慑战争，并与韩国军队合作，并与美国核威慑力量形成一体。这个例子可能对应于我们如何管理台湾海峡地区的冲突。为了加强韩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之间的合作，值得考虑的是，美国将1个或2个陆战师派驻到那里，与该地区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并为韩国部队的持续改善提供支援。这些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选项，因为这将有助于平衡美国的对中国军事部署。总之，我认为美国应该制定战略，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崛起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这包括通过持续的军事现代化和合作来增强美国的战斗力量，同时保持与盟友和伙伴的牢固关系。然而，我不认为联合中俄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反美轴心的可能性很高。在处理这种威胁时，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平衡的态度，既遏制挑衅，又通过对话和合作寻找解决方案。谢谢收看智库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